出招！再来！不公平！你是师傅，我是徒弟，你武功这么厉害，我怎么打得赢你？你等我再练个几年功夫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哼，张克，现在我们大清的土地上，洋人横行霸道，他们不会管你是不是个孩子，他们会因为你打不过而放过你吗？他们会等到你长大以后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家吗？公平，我告诉你什么是公平，那就是自身强大，敌人才会给你公平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就回去练武。好，你回院里练武吧。嗯。原来是霍夫人，你一声不吭站在我身后，我还以为是仇家上门，险些伤了霍夫人。我刚过来你就发现了，你的警惕性这么高。我以前的确做过不少坏事，但是我的那些仇家全都被我杀死了，那些死人才不会向我寻仇。我希望你跟着霍元甲在一起，不要有别的想法。霍元甲是个英雄，我帮他是英雄惜英雄。我希望你能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叔叔陪我玩。东张，给你爹送饭啊。我娘亲只让我读书写字，不让我练功夫。好，等东张再长大一些，陈叔叔收你为徒，亲自教你武功。一言为定。好。娘，陈叔叔答应收我为徒了。霍夫人，你让孩子读书写字，不如让他跟着我练就一双铁拳，以后战场杀敌会有更大的作为。学武是小，做人是大。看来霍夫人还是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没关系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陈文虎了。东张，我们去给你爹送饭吧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我没跟人打架，我是自己一不小心掉到河里了。师傅让你好好练功，扎实根基，你不好好练武，还强词夺理，现在跟人打架，为师要责罚你，你认不认罚？专科不敢不服，请师傅责罚。好，那就把前几天教你的功夫再打一遍。乱七八糟，你这是若风拂柳还是东倒西歪拳啊？这是我自创的任意拳，这套拳法看似无功法，其实加入我很多自创的招数，功法不在拳上，在我心中，打起来让敌人捉摸不透。还敢强词夺理，你这分明是漏洞百出拳，招招都是破绽。我要是你的敌人，早把你打趴下了。去，拿凳子来。趴下。今天为师不好好教训你，你就不长记性。服不服？我不服。服不服？我就是不服。为师打你，是因为你不听教导，不勤加练武，还敢胡编乱造，强词夺理，态度不正。今天我就要把你打服了。别打了。元甲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虽然顽劣，但秉性纯良。如果好好调教，一定可以成才的。别那么苛刻了。来，起来。张克。行了行了，别这么较真儿了，先去吃饭吧。啊。张克，好好反思。来，快起来。你们都给我好好练，谁不把今天的功夫练扎实了，就不准吃饭。站住！一、二、你经受了八国联军打入晋门的惨痛，恨不得国家马上强大起来。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更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，要循序渐进。可是敌人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时间。嘿，不干了，手都磨破了，太光那么大，
到底你在地里干活干到什么时候啊？地还没有整完，就想着休息。元浩，把锄头捡起来。不捡！你说我元浩，凭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我在哪儿不是吃香的喝辣的？啊，在这儿受这罪！原先想着跟着元甲，以后在天津弄一个远大前程，跟着元甲之后，在码头干苦力。后来呢，在镖局担惊受怕，几次连命都快没了。我呀，不跟他混了。哎，元浩，不是你看不起农民啊？啊？哎，要是没有农民干这活，你吃什么呀？饿死你！还饿死我！你们世世代代是农民，那你们就当农民好好的干啊！在那个什么山里边啊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啊，干一辈子农民是吧？以后啊，连媳妇都娶不着。你凭什么瞧不起农民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媳妇儿跟这没关系。农民勤劳的种庄稼，用汗水浇灌粮食，用粮食在养活大家，这功劳可比别人大了去了。你就瞧啊。你每天站在这儿看着小树苗往上长，哎呀，那可美了。还找不着媳妇儿，好多人就想嫁给农民呢。就愿意嫁给农民。阿福，有哪个女人能跟着自己的丈夫受苦啊？还不说远的，对，大把脸，大把脸的媳妇儿，笑容怎么样？大把脸，对象好不好？最后呢，什么到山里边跟他幸福的过一辈子？可是呢，没待几天，他就跑了。胡说！我才不相信，你说的。当初她嫁给我的时候，我们过的就是苦日子，住在破茅草屋里，几天吃不到一顿肉。但香蓉从来都不觉得苦。我元浩从来都不说瞎话，我说都是实话。你好好想想，人家香蓉离开你之后去天津城，那在妓院里边是当红头牌呀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啊，那过的日子都是锦衣玉食的日子，对不对？跟着你干什么呀？人呀，从俭入奢容易，从奢入俭那就难了。他呢，没过个好日子，过了好日子之后呢，就不愿意过苦日子了，所以啊，他才走的。你。我不相信你说的。那你是自欺欺人。哎，那你说你这么相信香蓉，那你去找香蓉，问问他到底为什么离开。他离开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到香蓉，问清楚。大把脸，有什么苦衷？女人啊都一样，嘴上说可以给你过苦日子，人家想要什么呀？想要荣华富贵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我元浩以后，我一定飞黄腾达。娶了个10个8个的小妾来伺候我，美的你就算找也只能娶又胖又老的老臭婆。哎，又老又胖丑女，那也比你瘦，比你好看。我上礼拜减了2斤呢。去你的吧！你死了！我昨天还瘦了2斤。比你好看。行了，元浩，走，跟我走。走，你走什么？你在这干活？了不起我不去呢。哼。没粮食，你吃个屁你！哼，喝西北风去吧你！陈文虎，你愿意和我们待在乡下吗？在这里一起训练乡勇，教习孩子们武功，从根本上改变大清积贫积弱的现象。霍师傅，我之前的目标是要称霸天津，成为这金门的龙头，但现在被八国联军这么一闹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当了天津老大又能怎么样？所以我准备重新制定一个全新的目标。什么全新的目标？元甲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大把脸，你们在地里干活辛苦了，来，快坐下喝口水。不喝了。地里的活我已经交给其他兄弟了。我今天来是向你请辞，我想离开一段时间。啊？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寻找香蓉。香蓉？你有她下落了？还没有。从她离开以后，我一直在等她回来，但这些年来，却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如今局势不太平，我担心她会有危险。不管她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她。你和香蓉是夫妻，她一直下落不明，你要去找她，我能理解。作为兄弟，我支持你。等我找到香蓉，再回来和你一起打天下。好。那个元甲，我愿意跟大白脸一起上路。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，说不定还能快点找到香蓉，是吧？也好，如今天下不太平，大把脸行事莽撞，容易冲动。元浩，你机智聪明，两个人在路上互相有个照应。哎，对，我等你们好消息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我想马上就出发。早去早回，多保重。好。那我们走了。走，快点，好好练功啊！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霍师傅，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去找人了吗？他们只是不愿意待在乡下，故意找个借口离开罢了。
我看他们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们这么多年兄弟，出生入死，他们的为人我很清楚，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师傅，有人闯进来了。走。你是什么人？来我们这里干什么？你是谁？霍师傅，应该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。元家，朱县令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朱大人，朱大人，喝口水。慢点。朱大人，你怎么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元甲，天哪！你真是元甲呀！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女儿有救了，元甲呀！朱大人，你女儿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元甲，再也不要叫我朱大人了，我早就辞官不做了，直呼其名，朱和清。元甲，我这次来，就是想找到你，让你伸出援手，救救我家女儿啊！朱大人，你别急，慢慢说，只要我能帮他，我一定帮忙。这件事儿还要从八国联军进攻我大清说起呀。清军打不过联军，是全线溃败，最后朝廷只能主动求和。可是这八国列强狮子大开口，让我大清赔偿他们巨额的赔款。唉，没办法，只能变成税务摊派在百姓身上，结果导致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我是万般无奈，也不想再欺压百姓了，所以就向朝廷辞了官。辞官以后，带领女儿由县城来到了府里，开了一家小商行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本想安安生生度过晚年，可谁能想到，就在前些日子，我的女儿失踪了。3天之后，来了一群人，告诉我他们抓走了我的女儿，而且让我必须找到你霍元甲，或者是查到你的下落。他们什么人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。可他们要找的是霍元甲，为什么要抓你的女儿做人质？这位公子有所不知，想当年我为我家小女向元甲提过亲，他们可能就是误认为元甲和我的女儿是夫妻。你别拉我！我的，谁啊？小怪，我问你，你身上的功夫跟谁学的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少啰嗦，问你什么就答什么。那边村子里是不是有个武馆？武馆的师傅是不是霍元甲？我不知道。不说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哎，不要我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这里没有，但是有个教拳的师傅叫霍元甲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就在河对面10里外的山庙里，你去那儿肯定能找着他。走。张克，为什么骗他们？嘘，小声点。我看这些人是来找师傅麻烦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那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我就奔到了天津，可没想到到了天津一打听，说你们霍家人早在八国联军打进天津的时候就走了，而且是下落不明啊！哎，我也是万般无奈，突然想到去报馆做一个寻人启事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到了报馆说了这件事之后，有一个记者叫徐慧清，是他亲口告诉我说元甲你们在这里，所以我就赶过来了。还好你遇到徐记者。要说人呐，倒霉之后喝口水都塞牙。我刚一进山就遇到了一群土匪，二话不说把我身上的财物搜刮干净，然后还打了我一顿，把我扔出来了。我马上带几个兄弟出去看看。这样也好，你打听一下，千万不要莽撞行事。一定小心。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元甲呀，请你理解老夫的心情，一定要替我救出女儿啊！老夫在这儿给你下跪了。快起来，朱大人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救出女儿。你们都是因为我受到牵连。唉，
那我就谢谢你了。师傅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村口出现了几个白衣人，正在到处抓人打听，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教拳的师傅叫霍元甲，说话凶神恶煞，还要打断我的腿。我就给他们指了一个相反的方向，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找到这里，但很快就会发现我骗了他们，肯定会追过来的。元甲，是不是什么仇人上门了？这些人来者不善。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庙，我们是被那个小孩给骗了，肯定是给霍元甲通风报信去了。不对，霍元甲肯定在小孩走的那个方向，我们追过去，快走走！大家听着，现在村里来了一帮身份不明的人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你们要马上离开。师傅，让他们走，我留下来帮你打坏人。不行，你要跟大家一起走。我不走，我才不要当逃兵呢。没人说你是逃兵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在这群孩子里面，你最有天赋，身手最好，我需要你保护大家的安全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，我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受伤的。好，元甲，让我留下来。不行，芷兰，你要带上东张，还有朱大人，还有所有的孩子们离开这里，保护好他们，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好，那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小心，我们等你。你放心吧，等我解决完就过来跟你们会合。但愿找来的不是仇人。不管是仇人还是敌人，我都有能力应付，你放心吧。事不宜迟，你们即刻动身，赶紧离开这里。朱大人，我们走吧。霍元甲，现在相打，太晚了吧？芷兰，你带着孩子和大人先回屋里躲一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。你们是何人？找我有何事？霍元甲，我来找你算一笔旧账。朱大人，稍安勿躁，你先坐。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既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你和霍元甲在一起。你们是冲着霍元甲来的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要找他算账。算什么账？跟你无关，和我无关，但你们的命和我有关。说不说？不说的话，我就要了你们的命。好，既然不说，那我就打到你们说为止。有2个人吗？没错，就我们2个。不对，你们要对付的是霍元甲，不可能这么草率。说，你们其他的同伙在哪里？走了。霍元甲，我不是来跟你比武的，我是来做一个谈判的。我和你有什么可谈的？这次谈判，对你来说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，但是，这个谈判内容只有我和你知道，其他人必须留在这儿。快点，走。
霍元甲，你不能和他们谈判，他们这帮人刚才还偷袭我，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。为什么杀我们的人？在我们的信息里没有这个人，我们必须确保你身边的人都是可靠的，不会把信息泄露出去。你们到底想谈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霍元甲，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我可要大开杀戒了。杀人，老子最拿手，你尽管放马过来。来呀！慢着，没有关系，不管他们想干什么，我们都应付得来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他们的目的。就是这个白衣人绑架了我的女儿啊！是我女儿失踪3天之后，他们突然闯到我家，说是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让我找到霍元甲的下落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们，要回我的女儿。朱大人，你现在不能出去。来，你先坐。霍夫人，拜托了，希望元甲能够替我救回女儿啊！朱大人，您别担心，既然已经知道是谁绑架了你的女儿，我们一定帮你找回来。你要跟我谈判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先把我的夫人还有所有孩子们放走。我们的目标是你一个人，其他人当然可以离开，而且对他们不要做出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不能吓坏他们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跟我进来。元甲，他们是谁？到底要干嘛？你们暂时什么也不要问，也不要担心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带领他们离开这里。这里的一切交给我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绑架了朱大人的女儿。这位壮士，你们当初可是说了，只要我给你们找到霍元甲，就会放回我的女儿。现在霍元甲就在你们面前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把女儿还给我？她现在在哪儿？我女儿到底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您女儿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完好无损。感谢你带我们找到了霍元甲，我们不会食言的。只要我们谈得好，您很快就会见到你的女儿。元甲呀，老夫对不起你呀，我也是万般无奈才这么做的。这些人的到来，对你来说到底是祸是福，我还不清楚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我相信你霍元甲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朱大人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是因我而起，我一定会解决到底。是我连累了你。唉，拜托了。你先把朱大人的女儿放了。放心吧，只要我们谈得好，一切都好说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芷兰，你先带着朱大人还有几个孩子们先离开这里，这里一切交给我。我认为这位兄台不是坏人，我们可以说清楚。好，朱大人，我们走。来，霍师傅。我保护他们，放心。好，你的要求我已经答应你了，现在咱们可以谈谈了吧？好，请。大不脸，大不脸，快点！你能不能歇会儿再走啊？累死我了！八脸哥，咱能不能别那么着急啊？你说这天那么大，地那么大，也不知道香茹在哪儿，咱上哪儿找他去啊？俗话说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既然我和香茹有夫妻的缘分，我相信上天一定会给我指引，让我找到她。要我说，你没必要非得找到香茹。俗话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一个大男人还怕找不着媳妇吗？哎，虽然你大八脸长得比我袁浩丑，好歹你还有一身功夫，你还怕找不着媳妇吗？像你这种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人的人，是不会明白我对香茹的感情。香茹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女子，除了她，我不会娶任何人。就你还懂爱情？你懂什么？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，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，所以到现在都娶不到老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是无家一身轻，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我可不喜欢被人约束。我告诉你啊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我就娶个10房8房的小妾，好好伺候我。你使劲推呀！你没吃饭呢，这么点小坡都上不去。你说这个胖女人这么肥，还让那个小个子拉她推的，你使劲儿啊！这种女人，哪个男人娶了她，这倒了8辈子霉了。
你干嘛去？来，我来帮你。谢谢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哎，大哥，那个谢谢你啊，要不我们的车还不知道要停到什么时候。刚才用劲饿了吧？大哥，我这儿啊有我自己做的粽子。哎，不，哎，不用了，不啊！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？我去找我丈夫。哎呀，你说这天下不太平，对吧？家家都是妻离子散，都是找丈夫找妻子的。你看我吃饱一身轻，嘿嘿，自己无忧无虑。去吧，早点找到亲人。大哥，我跟你们打听一下，你们知道霍元甲在哪儿吗？我只知道他在这附近，具体地址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要找霍元甲？是啊，我找霍元甲。你不知道，我找他找的可难了。我到了天津城，找了1个多月，一点痕迹都没找着。我最近才打听到一点消息，说他在这儿办武馆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你要是知道具体地址，就赶紧告诉我。你是霍元甲的什么人？亲人呐。哎，八脸，你看霍元甲这桃花运也太旺了吧？什么样的女子都喜欢他，领着女的事儿都还没搞清楚，这又来一个。看似桃花运，其实啊是桃花劫。别瞎说，这是事实啊！元甲，连这样的女子都喜欢。你为什么要找霍元甲？我找我丈夫啊！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霍元甲是你的丈夫？不是，是找到霍元甲就找到我丈夫了。我丈夫跟着霍元甲闯江湖，过得可富有了。我这不就千里寻夫来了。你丈夫跟着霍元甲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也许我认识他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对，我丈夫叫元昊。元昊？对，我丈夫就叫元昊，是个英雄，一表人才，长得比三国时期的赵子龙还俊。对，他是霍元甲的军师。你说他是不是比诸葛孔明还要聪明啊？不可能吧？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可能是元昊呢？哎，元昊是正经人。我瞎说什么了？我跟元昊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啊！元昊啊！你跑什么呀？这姑娘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真的是她的丈夫？哎，怎么可能？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是她丈夫呢？那人家为什么找你啊？八脸儿，我哪知道啊？你想想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哪有这样的媳妇儿啊？你就是元昊？对啊，我就是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的大英雄元昊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你长得像三国时的赵子龙吗？不像。那你像诸葛孔明吗？不像。那你就不是元昊。哎，元昊怎么长你这个样子啊？你怎么说的？我怎么就不像元昊了？我不像赵子龙，不像诸葛孔明，我就不是元昊了。我就是元昊。不可能！你怎么说？元昊长得像赵子龙和诸葛孔明？在我的想象里，元昊就长那样。什么？在你的想象里，元昊就长这样？你想象里，元昊怎么不像全民元帅呢？现实中的元昊就长我这个样子。你想象中，呸！你是霍元甲的军师？算是吧。怎么了？我可以作证，他就是元昊，我们都是霍元甲的兄弟。我可算找到你了！不是你干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碰我。你为什么不承认？我不认识你，我承认什么？好啊，我看你是发达了，你想不认我是糟糠之妻是不是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个陈世美，你放开！什么陈世美？再说了，你怎么能掐我耳朵呢？你不承认，我掐死你！救命！元昊，你也有被女人折磨的一天啊！对不对？你还是不是兄弟？这个时候你还不救我？你先说，这个是不是你老婆？哎，我冤枉！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可能娶这样的女子呢？我掐死你！我掐你！我救命！救命！说吧，你想和我谈什么？霍元甲，其实我们很有缘分，几年前我们就一起办过事。你我从未谋面，又何曾谈过以前？你刚到天津的时候，在澡堂接过一个暗标，500两银子取刘汝记的项上人头。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打交道，也是你第一次跟革命党的合作。可惜你拿了银子，却没有完成任务。我们的人潜伏在屋顶上，准备枪杀你。原来你们是革命党？没错。在天津码头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向你开了一枪，本来是要了你的性命，
可是我让那一枪射偏了，因为我知道霍元甲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，所以我饶了你一条命。后来我回到了南方，参加了几次革命，都失败了。这次我回到天津，就是为了组织民间的有志之士，建立天津革命党。那你为什么来找我？霍元甲，你是金门第一拳，在天津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。我希望你号召武林中人一起反抗洋人，八国联军之后重振国人的自信。对于革命党很不了解，但你刚才说的观点我很赞成，所以我才在这山村里开设武校，教孩子们练功。我想尽我所能推广中国武术，将其发扬光大，希望强国强民。你要说的话我已经明白了。霍元甲，清政府为了讨好洋人，四处追杀我们革命党。我们必须加倍小心，不能把我们的行踪暴露出去。前几天就有2个革命人士在京城被人出卖，押到菜市口杀了头。我们必须更加小心。还有，明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交给你。哎，我掐死你！快起来！你别把他压死了！走开！你给我起来！你不承认是我丈夫，我杀死你这个负心汉！你不能掐死他，他要是死了，你就成寡妇了。对，我在家乡等了他这么多年，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？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他，他还不承认我，那么我干脆掐死他，守活寡算了。救命！有话好好说。你要真是元浩的妻子，他不可能不承认的。你走开，用不着你管我们家的事儿。你别瞪着我喘不过气来了。让我想想。你还想什么想？别不承认，我就是青梅。青梅？哎，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啊。我是你指腹为婚的妻子青梅，你不能不承认吧？哎，对了，对了，我好像听我死去的老娘说过，我有个指腹为婚的妻子，好像叫青梅。想起来了？对，有点想起来了。想起来就好。那你承认你是我丈夫啦？不是，你到底是不是我那个青梅啊？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2个青梅，你是不是想再娶一房你？哎，怎么可能？那你让我想想。哎，对，是青梅，你是青梅啊？对，你想起来啦？对，想起来了。你过来啊，坐下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从家里给你带来的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，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哎，我不吃。啊，这个好吃。哎，这个还行，你尝尝。看你瘦的，一看就没人照顾你吧？现在我来了，一定把你照顾得白白胖胖的。你们2个人真的是夫妻啊？没错，元浩他就是我男人。元浩，你这就不够男人了。明明她是你老婆，你还说不认识她。八脸，我们这是指腹为婚，从娘胎肚子里就订婚了，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怀疑她是不是我那个青梅。哎，我身上有个记号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屁股上有个黑字，我娘说了，咱2个身上都有记号。你大腿上有个青迹呢。啊？咱俩现在就验明正身。哎，别！验过身了吧？没有错吧？没错，我屁股上的黑字和大腿上的青迹非常吻合。哎，对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成了亲。大把脸哥，你不知道，元浩他们家一直很穷，小的时候元浩就出去闯荡江湖，不走正路。有一次他闯了祸，他父亲打了他，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。我嫁进他们家的时候，他们家只有2间晚上能看星星，白天能看阴晴的破茅草屋子。我也是嫁过去之后才知道元浩逃跑了，婚礼根本就没有新郎，我是抱着一只大公鸡结的婚。那个时候我连元浩死活都不知道，没办法，我跟元浩是指腹为婚，死了我也是他的人，守活寡也得受一辈子，所以我一边在家等元浩，一边伺候2个老人。这一过就是10年，2个老人都相继死了，我也没见过元浩长什么样。爹，娘，青梅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会让我。你别。你在家等我等了10年，还把我照顾爹娘，给2老送终。我刚才我混账不想认你。
对了，青梅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听说江湖上有个大英雄叫霍元甲，他有个特别厉害的军师叫袁浩。我一猜那就是我的相公袁浩，所以我就千里迢迢来找你了。苍天有眼啊！苍天有眼！老天爷，我谢谢你，把这么好的夫人青梅送到我身边。青梅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把这些年对你的亏欠全部给你弥补回来。袁浩，既然你现在有了妻子，你就不用跟着我一起上路了。现在你马上带青梅回到霍元甲的身边。马良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寻找我的爱人香容。我相信我和她也会像你跟青梅一样，很快就能重逢。你马良，那你保重啊。哎，啊，袁浩啊，我们这么多年没见，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过日子。等我们安定下来，我就全部都献给你。以后我要跟你生一大群孩子。生孩子，生孩子，生一大堆孩子。傻瓜！娘，你在看什么？娘在看这棵树苗。娘希望小树苗可以快点长大，可以长成参天大树，抵挡住生活的洪水猛兽。娘，我也要快点长大，替爹娘挡住坏人。霍夫人，你不用担心，现在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那些人不是仇家，他们来找霍元甲谈一件大事，霍元甲让我来转告你，你可以带着孩子回家了，尽管放心。我不想离开，我要在这里等他。霍夫人放心，我会守在这里。你要是不走的话，那些孩子也会陪着你一直等下去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带他们回去，一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。我会的。走，东张。哎，人家我的天回来了！哎，你们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袁家，快住手！袁浩是我的兄弟，自己人。对，他是你的兄弟，那这个女人呢？这是我的夫人。你怎么成亲了？袁家，这个说来话长，我也是刚好不容易碰到我的夫人，就回来告诉你的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你先别问了，以后慢慢跟你说。你的兄弟自然可以不傻，但这个女人来路不明，这个时候到这儿，我们判断不了她是否会带来危险，所以必须要杀掉。慢着，袁家，袁浩，他是在说我是维护的夫人，你千万不能让他伤害他。袁浩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我相信他的为人。你要是担心他们，我可以让他们暂时不离开，隔壁这间屋子就让他们先住下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去收拾我们的新家。霍师傅，我知道您是个大英雄，我们家袁浩跟着您才能有今天的出息。我们两个是一对苦命鸳鸯，好不容易才团聚。晚上我想摆宴席，好好庆祝庆祝。这不，东西都带来了。晚上我亲自下厨，咱们这儿的兄弟都是我的客人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吃席。对，我的手艺特别好，所以才能把自己吃得这么胖。好，那我们就吃你们的酒席。长时间没有吃一顿饭了。哎呀，都来！哎呀，都来！你们笑什么？万一他在饭里下毒呢？不能吃。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今夜就在这里休息。有人了吗？有人了吗？这个客栈怎么打烊这么早？黑漆漆一片。客人来了，也没有一个招呼客人的小二。我还是先离开这里，再找地方休息。客官，什么人？客官，您不进来休息吗？
100年，国人见一心。睁开眼吧，小心看吧，哪个愿沉入自然？因为为所欲人让，人家交替日升。开口叫吧，高声叫吧，这里是全国皆兵。历来强盗要进入，最终必送命。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黄河水滔滔。江山秀丽，叠彩凤翎，问我国家哪像山兵？冲开血路，挥手上马，要治理国家中心。就让国土再造践踏，每个人负起使命。睁开眼吧，小心看吧，哪个愿沉入自然？因为为所欲人让，人家交替日升。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黄河水滔滔。江山秀丽，叠彩凤翎，问我国家哪像山兵？冲开血路，挥手上马，要治理国家中心。就让国土再造践踏，这水是一尽决心。敢问阁下为何而来？霍元甲，我是专门来找你。你们是何人？你说我们是何人？为何不动？我这2根手指过去，你的眼珠子就掉出来了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